恭喜同学们来到第3节课了。这节课我们要来画一双脚，同学们要注意，脚可比手要难啊。原作者亚伯拉罕·布隆梅特是一个荷兰人，活跃在16世纪到17世纪。其实他的主业是画风景画的，不过这个人有很多身份，他同时还是个绘图员、作家、教师，所以他画的画比较严谨，线条比较精致工整。那这一双脚的线条变化，比起上一双手来说，它其实轮廓就更加肯定了。这就需要我们用更精确的线条来描绘，对我们来说是个难题。不过不要害怕，我们先来一起看看整体作画过程和上一节课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还是在网格上面找关键线，然后开始几何概括式的画外轮廓。那我这一次画的就比那双手画的更复杂了，这种直线切割更明显。这种概括方式是几乎所有学院派绘画里面通常都用的方式，但是真正把这种直线概括本身画的特别漂亮、特别有美感的是巴尔格。这本书再次强烈推荐，而我更系统的素描基础班教学里面使用的示范就是巴尔格的示范。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，刚才这个脚趾的画法其实就是这节课的关键点，它是和我们前面这几张画最不一样的地方。后面的作画过程呢，主要就是这个描线的技巧是一个难点了，需要我待会儿再详细的示范一遍。那么这脚里面中间这些弯弯曲曲的工整的排线，就不是我们这一套课训练的重点了，它很难画的，需要非常好的排线功力。在我的人体线条练习课里面有详解，这里就不再详解了，我们的重点在练习起形。好，那我接下来根据我们一开始这个不同的起形步骤，以及最后这个描线的过程，这2大难点来进行讲解。大家来看这里，整个起形的过程呢，就是先几何概括式的把这个轮廓切割完了。切割完以后啊，在这里画了一条线，这和前面画手指是一个道理，找到它们脚趾头起点的位置，按照这个规律把它们分割一下。然后接下来画的时候呢，不要着急开始往这里面画轮廓线了，而是先分割。用这种方式来区分定位，因为画这种脚趾的时候，如果你一个一个画的话，很容易画出这种粗细不一的状态，到时候一改起来就特别麻烦，所以最好先这样分割。分割完以后呢，然后继续往里面再继续分割。我画了一些小圆圈，其实如果你摸一下自己的脚趾头，你就会发现你也有这么多节组成的，所以相当于我们按照一节一节的生理逻辑去在上面进行分割。分完以后，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画线稿。了解我刚才那个逻辑了，再来看这个操作过程，你就明白了。看，先分几条线，把脚趾头大概的位置给分割好。在这个阶段，你就可以判断自己分的是否合理了，哪里粗了，哪里细了，然后再开始在里面轻轻的画小圈圈，其实就是画大拇指头。你看，一个又一个的圈圈，开始轻轻的往里面画。有没有发现，即使只是这样画，也已经开始有点像脚趾头的感觉了。我们明明没有把外轮廓认真的去勾勒的，这其实就提出来了一个核心的观念，到底怎样画才叫像？在网格法的逻辑里，如果你每一个点的位置都和原图一样，那你肯定是像。但是我们自己好好想想，你在镜子里正面看自己，然后你转一个方向，难道你就不是你了吗？不是的，你仍然还是。所以说从逻辑上还有一个合理的存在，因此像有2个含义，一个是轮廓上完全像，一个是逻辑上合理。这种逻辑上的合理，通常就是说许多专业学画画的人经常喜欢说的符合结构。那符合什么结构逻辑呢？其实就是要符合解剖的生理逻辑。在我们刚才这个绘画的过程中，就是在追寻这个逻辑的。你看我们一节一节的把指头分割，这么分割完以后，它是符合生理逻辑的，所以它看上去合理，合理就像了，这是另外一层含义的像。那么你对解剖了解的越深，你对这个生理逻辑的了解越清晰，你分割的时候就越明确，越能分得更细致更准确，这是学习解剖对绘画的真正含义。那接下来我来讲最后这个操作难点，如何描述这么又黑又果断的线条。
那我们继续来画一个脚掌的草稿，好吧？可以先把它想象成一个梯形。你看我画的非常的潦草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跃跃欲试的来试一下。当然这个不要强求。然后在这个地方画条斜线分割，是吧？我画的这么潦草了，应该符合很多小白的操作手感了。那这么潦草都是可以画的，所以不要害怕嘛，画错了就是一张纸。我再继续把这个轮廓修饰一下，这是脚踝的位置，脚后跟过来，然后把脚趾头画一下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节，继续再有一节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在看我前面的示范过程中，自己画的线条也是这么粗糙的话，那说明你还挺勇敢的，对吧？完全不害怕犯错，挺好，保持这样的心态，这个对绘画来说太重要了。我从6岁开始学画画，但是我小的时候进步非常的慢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一直害怕画错，害怕犯错。其实没关系的，你看我都画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怕什么？但是要正式描线稿就不能这么玩了呀，你得把草稿擦干净一点，把你前面做那么多凌乱的线条给擦掉，不然描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正确的线条是哪一根。狂放是前面的一回事，狂放只属于草稿，严谨属于描线稿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要冷静下来了，胆大心细的时候到来了。好，我以前面这个大拇指为例，我们先把轮廓轻轻的，就像我们上节课画手指一样，先轻轻的勾，轻轻的画，然后这里有粗细变化，对不对？这地方深一点点，旁边这个脚趾头我们就深一点点，多描几遍。粗一点的黑一点的我们多描几遍就好了，浅一点的我们就不描了，你看这里就不描了，对吧？这个脚趾头是这种状态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开始像写字一样用力的画，肯定的一次性画完啊！你看从这里下来，轻轻的一个小勾，过渡啊到这地方，然后下来，不要犹豫，找准了就画。然后你觉得这地方不够粗，你就顺着这个轨迹慢慢的回来，手要稳，不要抖。这地方比较黑比较粗，那你就再肯定的多来几次。这个是要慢了，这就是要考验你稳定力了。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，可以多试几次。要加黑你就反复，就是这样的操作技巧啊。像写字一样的稳稳的来画，慢慢的来画，但前提都建立在你的草稿已经把深浅变化画完了。你得先画到上节课那个手的草稿感觉，然后再动手这么画，这就是操作要点。来试一试吧。好的，那么这节课的整个操作难点就讲完了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